鞭子抽打之下，爷孙二人惨叫连连。不过是眨眼之间，龙晓和他的爷爷就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在场众人却少有怜悯，去将这个送入他口中。通和大人将那颗毒丹递给了九道龙门少门主龙上松，多谢大人。龙上松甚是激动，接过那颗毒丹，便踏空而行，一步一步地向楚风走去。何谓得是小人？这龙上松演绎得淋漓尽致，可偏偏众人都知道他是的是小人，却没有人敢看不起他，反而都很羡慕他。若是能够回归龙氏，若是能得到通和大人撑腰，就算是小人，他们也愿意做。眼见着龙上松向自己走来，楚风心中也充满了不甘。可偏偏楚风已经无力逃脱，因为一股强大的威压早就在暗中将楚风封锁。此时楚风开始努力呼唤自己体内那只神秘的鹿，若是那只鹿的力量能够为自己所用，楚风觉得也许他可以逃。只是奈何无论楚风怎样呼唤，那只鹿都没有任何反应。而就在此时，却有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但听到这个暗中传音，楚风却没有一丝喜悦，反而越发不爽，因为这暗中传音乃是那龙上松的。听闻那龙脉本源石是你找到的，你还真是有些本事。不过那又如何呢？回归龙氏的还不是我九道龙门，而你只能在此等死。你以为修武世界天赋强横就可肆意妄为，真是天真。我告诉你，天赋虽重要，但背景更重要。若没人为你撑腰，你天赋再好也成长不起来。当然你会落此下场，还是因为你选错了对手。你不该耍我。话到此处，那龙上松已是来到楚风面前。此时他剑眉倒竖，满面怒容，他眼中的杀意与憎恨外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一只手捏开楚风嘴巴，便准备将那颗毒丹送入楚风口中。若敢杀他，我灭了你们！可忽然之间，却有一声怒喝响起，紧接着一道倩影飞掠而来，落在了楚风的身旁。这道身影出现之后，顿时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这名女子宛如仙子，那等容貌世间罕见，就连龙上松这种阅女无数的少爷都是看得眼睛发直。只是看到这位之后，楚风却是眉头紧皱，因为这位来者乃是伏魔仙儿。楚风与伏魔仙儿是一同来到此地的，但楚风就害怕有意外发生，所以叫伏魔仙儿不要露面，躲在暗处即可。待楚风处理完此处的事情，自会与伏魔仙儿会面。不曾想伏魔仙儿还是跑了出来，此事与你无关，你快走。楚风赶忙劝道。此时面对的可是龙氏，楚风可不想把伏魔仙儿牵连进来。然而无论怎么劝，伏魔仙儿却是毫不退缩，甚至对楚风的话不予理会。他那一双美眸之中流转着冰冷的目光，宛如两把利刃，凝视着那龙上松。放开你的手！伏魔仙儿的声音虽然好听，但却充满凶狠，甚至散发着杀意。原本龙上松并不惧怕伏魔仙儿，可是与伏魔仙儿对视之时，看到伏魔仙儿的目光后，他的内心却涌现出了极度的恐惧，下意识的便放开了那捏住楚风嘴巴的手，并且还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但很快他的恐惧又消散了，因为他发现眼前这名美丽的女子虽然气势不凡，凶神恶煞，可她的修为却并不是特别强悍。虽然一品至尊已是很不简单，但在有通和大人以及一众龙氏高手坐镇的情况下，根本不足为惧。于是他再度来了底气，并且嘴角掀起了戏谑的笑容，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是你的女人吗？长得还不错，只不过可惜跟错了人。既然你们是一伙的，那就是你的同党，今日都别想走，尤其是你。话到此处，龙上松指向了伏魔仙儿，怒喝道：胆敢威胁我龙氏，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那你又算什么东西？可忽然又有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那道声音同样悦耳，但也同样凶神恶煞，冷冷冰冰。可那声音并不是伏魔仙儿说的，那声音来自龙氏的方向。顺声观望，所有人都是一惊，他们发现了那说话之人究竟是谁？只是那说话之人乃是一个少年，那竟是龙晓。可龙晓他为何会发出女子的声音呢？但这已不是重点，重点是龙晓此时身上的变化。原本被那武力鞭子抽打得痛不欲生的龙晓已经死人，可此时的他身体竟然开始痊愈，甚至身上还散发出淡淡微光。在那微光守护之下，鞭子已经难以伤他。而龙晓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身来，不仅是他，他的爷爷也是站起身来。大胆！眼见二人起身，龙氏族人便亮出兵刃，向二人冲击而去。谁敢？可只见龙晓的爷爷衣衫舞动间，顿时天地变幻，风起云涌，虚空狂风大作，乌云飘荡，下方狂沙卷起，烟尘弥漫。最可怕的是，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也是随之降临。莫说那向他们冲去的龙氏族人被震飞开来，这方天地的所有人都遭受到了波及，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压抑到快要窒息的力量笼罩了这方天地，就连那通和大人也不例外。那老者的实力比通和大人还要强，强过在场的所有人，并且他的强还不是一星半点那么简单。这样的实力就算没有立于圣光天河最顶端，但也绝对是在场之人所无法触及的力量。正因老者的力量太过强大，所有在场众人才皆是大惊失色，不仅是龙氏的人，还是下方的人，就连龙道之与祖武龙城的人也都是被吓到了，尤其是九道龙门的人更是有些傻眼了。这老头和少年是怎么回事？怎会突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危难之际，倒还是那通和大人沉得住气，居然隐藏了修为，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敢与我龙氏为敌？虽然知道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但通和大人却并未惧怕，就连龙氏的其他人也并未惧怕。18辆御空战车密密麻麻的飞出数十万大军，个个手握兵刃，将龙晓以及他的爷爷团团包围。
龙氏终究底蕴雄厚，就算他们实力不济，可还有家族撑腰，所以哪怕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他们却也依旧敢剑拔弩张，兵刃相向。不过面对那些将自己团团包围的龙氏大军，龙晓却是忽然笑了，但他的这抹笑容却是冷笑。真是想不到，我龙氏族人有朝一日竟敢拿兵刃对准我。此时那龙晓再度开口，只是他的声音依旧是女子的声音，悦耳好听，甚至是少见的好听。但龙晓明明是男子啊，怎么会发出女子的声音呢？况且他先前被打得皮开肉绽，为何此时却像没有受伤一样？不仅身体恢复，就连衣衫也是恢复，还有那老者所散发的统治级别的恐怖力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对爷孙俩到底是何来头？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龙晓的面容开始变化，很快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名少女，并且还是极美的少女。她之美与伏魔仙儿又不同，伏魔仙儿的美是仙女降临，高贵无比。这名少女同样气质不俗，但她却更显灵动俏皮，青春活力。不仅容貌变了，就连衣衫也变了，原本残破的衣衫化作了高贵的金色长袍。不仅龙晓容貌发生了变化，就连其爷爷的样貌也发生了变化。他虽然性别没有变化，但身体的变化却是极大。原本首先的身材开始继续增长，进化作高大5米有余的壮硕身躯。面容变化的同时，眼睛也是变得凌厉起来。那凌厉的眼眸根本不像是人族所拥有的，就好像是鹰的眼睛一般。至于他的衣衫，也同样化作了高贵的金色长袍。看到这样的变化，楚风都愣住了。很显然，那龙晓以及他的爷爷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两个绝对身份超然。但相比于楚风的惊讶，那龙氏众人可就是惊吓了。他们不可能认不出来这两位是谁。那老者乃是龙氏的太上长老之一龙生部，而那少女就更不简单了，乃是龙氏族长之女，龙氏当今的公主殿下之一龙小小。拜见太上长老大人，拜见公主大人。一时之间，先前还剑拔弩张的龙氏众位族人赶忙跪在半空之上，施以跪拜大礼，就连通和大人也不例外。见此情形，9道龙门的众人更是吓得脸色煞白，屁滚尿流，跪在地上之后瑟瑟发抖，冷汗更是如雨一般自身体落下，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压抑困难。他们已经被吓到快要死去了的地步。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两位他们之前完全不放在眼中的连个人，竟是龙氏族内如此高贵的存在。太上长老、公主。当得知那两位的身份之后，楚风也是十分震惊。所以那一切都是故意的吗？无尽深渊内那诡异的飓风是他们做的，故意让我龙前辈分开，然后又让我遇到他们，之后又用那飓风将龙前辈送到我附近，让龙前辈救我。只是他们为何要这样做呢？楚风已经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龙晓和龙生部，就连龙晓父亲的病也一定是假的，甚至那颗龙脉阴阳石很可能也是他们故意放在那里的。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但楚风却想不到他们的动机。楚风明明是一个外人，并不是龙氏的人，就算他们想要考验，也不该考验自己才对。当然，楚风并不知道，当他在天雷古镇之中与左丘天族的天才抗衡的一幕，刚巧被这两位来自龙氏的大人物看到了。是那个时候起，这两位龙氏的大人物就已对楚风有了兴趣。通和，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胆敢用鞭子打我！若不是不爷爷用力量守护住了我可能刚刚就被你活活打死了。龙小小将目光投向了那龙通和，只是他那美眸流转之下的目光却是暗藏杀机。公主殿下，属下不知道是您啊，若知道是您，借属下1万个胆子，属下也是不敢啊。通和大人苍老的身躯不住地抖动着，一行老泪更是挂在了他那丑恶的脸上，那个样子真的都快吓得尿了出来。在众人心中，通和大人一直高高在上，宛如神人一般，所以他此时的狼狈模样的确让龙道之等人大跌眼镜。恍然间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所谓大人物只是在面对小人物的时候才会高高在上，当面对比他们更强大的大人物时，他们也会卑微懦弱，如凡人一般胆小怕事。若是让你知道是我，你又岂会露出本性？龙小小冷笑着说道。龙通和，你勾结9道龙门，收9道龙门好处，做不公之事，你可知罪？就在此时，一声怒喝响起，这虚空都被震出了裂痕，是那位太上长老龙生部。太上长老大人，属下知罪，属下知罪，属下不敢狡辩，只是太上长老大人、公主大人，念在属下为龙氏效力多年的份上，还请留给我一条生路，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那龙通和也不敢狡辩，而是干脆求饶效力。你是借着我龙氏族人的身份为自己谋取好处吧？9道龙门只是其一，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好处更是数不胜数，就连我龙氏的东西你都敢贪？龙小小说道。公主大人，我不敢啊，我怎敢贪咱们龙氏的东西？龙氏给我的我敢拿，不给我的我半分不敢取啊。龙通和说道。不敢，这无尽深渊内本有4颗龙脉本源石，为何现在只剩下1颗了？龙小小问道。公主大人，那是这群人太过无能，在时限之内没有找到另外3颗龙脉本源石。这座无尽深渊内的阵法在时限到了之后会到这所有宝物转移，所以自然就没了。而转移到何处，属下也不知晓啊。龙通和说道。还敢狡辩？我与不爷爷一直就在无尽深渊之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会不知晓？不爷爷，帮他把证据拿出来。龙小小说话间看向了身旁的太上长老，下一刻那太上长老身形一动便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龙通和的身前。苍老的手掌坚硬有力，如利刃一般，扑哧一声便刺入了龙通和的体内。而当手掌拔出之际，在其掌心竟然有着一个圆形的球体，那球体不过珍珠大小，但实际上
乃是一个类似乾坤袋的宝物，只是这个球体的容量却非常之大，远非乾坤袋可比。龙生部将那球体捏成粉碎，顿时有无数宝物漂浮而出，宝物的数量之多，竟然遮盖了整个虚空。那可是真正的琳琅满目，那都是龙通河这么年积攒下来的宝物，而其中便有3颗龙脉本源石。太上大人，我错了，我知错了，人赃并获。龙通河无法抵赖，只得磕头求饶，随后更是抡起胳膊，不断的掌耳光，属下该死，属下该死，一边掌自己耳光，还一边咒骂自己。只是他的这个举动实在多余，根本无法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你的确该死，不过念在你是同族份上，我也不会要你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龙小小此话说完，便探手一抓，将9道龙门少门主手中那颗毒丹隔空抓取过来。来人，将这颗毒丹为龙通河服下。龙小小说话间，将那颗丹药随即丢向了一个龙氏的人，而偏偏那个人又是龙通河的一位心腹。龙小小乃是故意的，但那个龙氏族人却没有选择，而手握毒丹，直接向龙通河走去。因为龙生部的威压已经将龙通河困住，所以龙通河根本无法反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腹拿着那颗毒丹向自己走来。公主大人饶命，太上长老大人饶命！龙通河只能疯狂的呐喊求饶，做最后的挣扎。龙通河，这丹药不会要人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这么哭爹喊娘的，成何体统？龙小小说道。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那颗毒丹乃是索命的毒丹，想必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用来对付楚风的毒丹最终会落在自己身上。龙通河，这可真是自食其果了。很快，那位心腹来到了龙通河面前，捏开他的嘴巴，强行将那颗毒丹送入了他道口中。毒丹入口，龙通河便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开始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叫声还真是惨绝人寰，让人听到这个惨叫都会浑身难受。而若看龙通河，人们更会觉得身体不适。龙通河不仅肌肤溃烂，身体之中更是散发恶臭，流出绿色的液体，液体之中还有蛆虫涌动，这老东西还真是够毒的。看到那龙通河此时的模样，楚风忍不住暗骂畜生，幸亏是龙氏公主现身了，否则此时落得那般下场的可就是自己了呀。伴随惨叫声，龙通河也是从虚空翻滚到了地下，虽然悲惨，但惨叫却是铿锵有力。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立刻死，他会活很久，那毒丹会将他慢慢的折磨死，但却没有人敢为龙通河求饶，毕竟在场之人皆是自顾不暇，谁还敢去管那龙通河呢？你们全都起来吧，我不会为难你们。龙小小对龙氏的众人说道。公主大人，我们有罪。可是那些人根本就不敢起身，他们平日里虽然耀武扬威，可龙氏之内也有尊卑之分，无论是龙生部还是龙小小，这都是他们平日里想接触都接触不到的人物。如果说在龙道之等人面前他们高高在上，那龙小小和龙生部对他们而言就更是高不可攀，是在龙氏族内有生杀大权的存在。可是刚刚他们竟然对龙生部和龙小小动手，这不是找死吗？叫你们起来就起来，公主大人恩怨分明，不会为难你们。龙生部说道。多谢太上长老大人，多谢龙生部大人。虽然站起身来，但龙氏众人仍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不敢再有一丝大意。但有一部分人却没有站起身来，那便是9道龙门的众人。9道龙门的众人真的是吓得快要死了，甚至有人已经承受不住，昏死过去了。尤其是9道龙门少门主，他真的吓得心脏都快跳了出来，胆都快要破裂。毕竟他就是此事的罪魁祸首，他就跪在楚风的旁边，楚风最能感受到他的恐惧。看着此时跪在地上缩成一团的9道龙门少门主，楚风不由得想起先前9道龙门少门主对他所说的那些话。看来你的靠山也不怎么样啊，楚风讽刺地说道。听闻此话，那9道龙门少门主竟忽然扑向楚风，抱住楚风的腿，哀嚎痛哭。少侠，我错了，我知错了，我没有恶意的，我都是被逼的，你放过我，放过我吧。这9道龙门少门主无奈之下竟向楚风求情，你求我没用，你现在得罪的可不只是我，而是龙氏的公主殿下以及龙氏的太上长老。楚风说道。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实际上就算没有那龙氏的公主殿下，楚风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龙上松丫头。这些人怎么处置？龙氏的太上长老龙生部对那龙小小问道。9道龙门的人吗？一群心术不正的东西，辱没我龙氏血脉，全部杀了吧。龙小小此话说完，龙氏众人便立刻行动起来，手握兵刃向9道龙门的人围拉过去。刀光剑影挥动之间，很快便有血雨自虚空倾洒而下。不过眨眼的功夫，9道龙门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死去，无论是门主还是少门主还是其他族人，无一例外全部丧命。见此一幕，众人皆是不由内心一紧，这还真是世事无常啊！谁能想到刚刚还尽享荣耀的9道龙门，这转眼间就命丧黄泉呢？不过相比于旁人，楚风更多感叹的却是那龙小小的狠辣。虽然他真实的年龄绝对不止少女那么简单，但楚风看得出来，他应该也是一个小辈。在修武者的年龄来看，这何止是少女啊，这就是一个孩子。但这龙小小可不是一个寻常的角色呀，这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丫头。而就在楚风注视着龙小小的时候，那龙小小似乎感受到了楚风的目光，竟突然转过头来看向了楚风。看到楚风之后，更是嫣然一笑，青春灵动的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紧接着更是背着小手，迈着优雅而俏皮的步伐向楚风走来。恩公，请受小女子一拜。来到楚风近前，龙小小竟然还对施以一礼，这一幕可让众人目瞪口呆。
这高高在上、高贵无比的公主殿下，怎会向这样一个身份卑微之人施礼，并且还叫恩公？这成何体统啊！不过相比于旁人，那先前还一脸严肃的龙生部却是淡淡一笑。只有龙小小以及龙生部还有楚风三人知道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下楚风拜见龙氏的太上长老大人以及公主大人。此时楚风也是回忆一礼。楚风很清楚，之前在无尽深渊内，他们那卑微的身份和实力不过是伪装的，现在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他们。面对如此身份的他们，楚风也不能再以恩公的姿态与他们交流。以后见我不必失礼。另外，我允许你直呼我的名字，不过你要记住，我不叫龙小，我叫龙小小。还有，我不是男人，我是妹子。龙小小此话说完，还冲楚风眨巴了一下那俏皮的大眼睛。不得不说，抛开她先前的狠辣，这个丫头还真是可爱。其实公主殿下，你不用刻意解释，我看得出来。楚风说道，老夫也不叫龙不生，而叫龙生部。那龙生部也是笑着说道，我呢，就是真的叫做楚风了。楚风说道，他们这样一番闲聊，看着没什么，可却将下方的众人羡慕坏了。就连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的众人，也同样看得一愣一愣的。那可是高高在上的龙氏公主以及太上长老啊，那是何等身份，那是何等的高贵啊！楚风竟然与他们谈笑风生。尽管祖武龙城的人也都知道楚风天赋异禀，可毕竟他们最初认识楚风的时候，楚风还是一个楚氏天族的族人，在祖武星域之内，楚风和楚氏天族还要靠他们祖武龙城庇护才能生存，才能报名。可转眼间，楚风竟然与他们不敢亵渎，甚至无法接近的龙氏族内大人物谈笑风生，这让他们感觉如梦如幻，同时也有些难以置信，心中更是扬起一抹难以言表的滋味。短暂的闲聊之后，楚风便飞身而下，落在了龙道之的身旁。楚风还是放心不下龙道之的伤势，所以想亲自疗伤，毕竟这关乎龙道之的前程。楚风，快与我说说，你与公主大人以及太上长老大人是怎么认识的？此时的龙道之已经恢复了神智，不由好奇地询问起来。他真的是太好奇了，甚至非常的羡慕，毕竟那可是太上长老和公主殿下呀。而楚风也未隐瞒，一边疗伤，一边为龙道之等人讲述起经过。不过楚风是暗中传音，毕竟这些事楚风没必要太过张扬，只让亲近的人知道就好。就在楚风为龙道之疗伤之际，那龙小小则是看向了伏魔仙儿。你这丫头倒是挺有勇气的，不过勇气虽可嘉，但是口气未免太大了吧？你怎就知我是口气大？然而对于龙小小，伏魔仙儿的态度不仅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有些反感，那种目光竟然有些敌视。这一幕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这丫头虽然长得好看，但也不能如此无礼吧？竟敢对堂堂龙氏公主这般态度。不过龙小小倒也不生气，而是笑眯眯地说道，丫头，刚刚若不是我及时现身，你的下场可是会非常的惨，你现在应该感谢我才对，是吗？听闻此话，伏魔仙儿的嘴角也掀起一抹淡淡的笑容。若不是你现身，你们龙氏一族都要不保。伏魔仙儿说道，你这丫头口气还真是不小。不过对于伏魔仙儿这句话，龙小小笑得更加玩味了。别一口一个丫头，姐姐，我的年龄可比你大。伏魔仙儿说道，比我大？你哪里比我大？哦，好像这里的确比我大。龙小小说话间看了一眼伏魔仙儿的胸前，你这小丫头。听闻此话，伏魔仙儿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前，随后绝美的脸颊变红的和熟透的苹果一般。因为龙小小说的还真对，自己的胸的确是比那龙小小发育的要好。只是龙小小这句话将在场许多人的目光都引向了自己的胸前。伏魔仙儿怎能不害羞？虽然她穿着衣衫，但被人这样看总归不好意思，但偏偏她又不能多说什么。哎呦，原来你也会害羞啊，这样可不行，既然这么爱吹牛皮，那脸皮也要锻炼的厚一点哟。龙小小说话间竟然伸出小手捏了一下伏魔仙儿的脸，放开。见状，伏魔仙儿则是非常嫌弃的将龙小小的手拍了下去。而对于伏魔仙儿这个非常不敬的举动，龙小小倒也不生气，反而是在其精致的脸上露出了迷人的笑容。真别说，手感还不错，不知道以后会便宜了那个小子，该不会是楚风吧？龙小小眨巴着大眼睛，坏笑问道，你胡说什么？听闻此话，伏魔仙儿的小脸变得更红了。没什么，我就随便说说，就算你想，楚风也未必看得上你啊。龙小小笑嘻嘻地说道。原本脸色羞红的伏魔仙儿眼中涌现出了怒容，可是偏偏看着那笑嘻嘻的龙小小，他这怒火又发不出来。好了，不逗你了，你这丫头脸皮不厚，不经斗。随后龙小小便迈着如蝴蝶一般的步伐，蹦蹦跳跳的来到了楚风身旁。看到龙小小靠近，祖武龙城的众人赶忙施以大礼，就连已经重伤的龙道之也是努力的想要起身施礼。面对这样高贵的公主殿下，他们可是不敢怠慢。别失礼了，我最不喜欢这一套。然而龙小小却是挥了挥手，这让祖武龙城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施礼也不敢，不施礼也不敢，因为他们怕呀，害怕龙小小不知道龙小小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若是真的，他们不施礼倒也罢了；若是假的，他们不施礼反而会让龙小小不开心。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便是如此吧。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反而看向了楚风。听公主的吧，楚风说道。多谢公主大人。听闻此话，众人便赶忙道谢，包括重伤在身的龙道之。怎么还公主公主的叫？我说了，从今以后叫我龙小小。龙小小俏皮的说道，随后又看了一眼龙道之，诺，把这个给他服下，有利于恢复丹田。龙小小取出一颗丹药，递给了楚风。看到那颗丹药，就连楚风也是眼前一亮，这可不是寻常的疗伤丹药，上面有龙气萦绕。对于龙道之这种
体内流淌着龙氏血脉的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功效。谢了。面对如此级别的丹药，楚风没有拒绝。楚风接过之后，便赶忙为龙道之吞服而下。这个也给他吧，就当是对他的补偿。龙小小说话间，又将一颗石头递了过来，而那竟是龙脉本源石。公主大人，万万不可！这龙脉本源石乃是极为珍贵之物，属下不敢要。见状，龙道之则是赶忙开口拒绝。与此同时，祖武龙城的众人也是纷纷拒绝，他们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敢要。收着吧，就当是对你的补偿了。另外，下一次回归龙氏的机会，你可要把握住哦。说完此话，龙小小便转过身去，准备向那浮空战车走去。公主大人，请等一下。见龙小小要走，则是赶忙开口：“怎么了，小恩公？你还有事？”龙小小笑着问道：“公主大人，您刚刚的意思，难道是说龙前辈他们此次无法回到龙氏了吗？”楚风问道。“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难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龙小小说道。听闻此话，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的众人皆是面容大变。他们面对龙小小的时候太过紧张，所以对于龙小小先前的话，他们倒是没有去想太多。但刚刚楚风与龙小小的对话，他们却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已经还给了他们清白，为何还不让他们回归龙氏？公主大人，这样不对吧？楚风说道。有何不对？龙小小问道。龙前辈他已经成功拿到了龙脉本源石，这符合你龙氏定下的规则，不是应该让祖武龙城重归龙氏吗？楚风说道。可是他们先前不是被那龙通和摆了一道吗？今日若不是我们现身，别说他们无法回归龙氏，连性命都是不保。龙小小说道。但公主，龙通和他毕竟是你龙氏族人，他犯的错也等于是你龙氏犯的错。楚风说道。我知道，所以我不是做出补偿了吗？那颗龙脉本源石难道还不够吗？要知道，我给他补偿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若不是看在你面子上，别说补偿，那颗疗伤丹药我都不会给。龙小小指着龙道之后，又继续说道。他这话说的可谓是非常的露骨，完全不顾及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众人的心情。可偏偏龙道之等人却没有人敢怪罪这位公主大人，这就是身份的差距，让他们不敢冒犯，甚至打从心底深处都不敢冒犯。难道你觉得龙通和做错了，我就一定要给他一个公道吗？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公道？我又不欠他的，我连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那么多闲事？修武者的世界，想要什么，想得到什么，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去抢。他龙道之没有这个实力，就怨不得任何人。我说过了，以后我龙氏还会以类似的方式筛选人才回归龙氏，但那要看他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自己的本事。听到龙小小这番话后，楚风竟是无言以对，因为就连他也觉得龙小小说的很对，修武世界的确不该求人，想要什么就该凭自己的本事去争去抢。不过你若是愿意帮我一个忙，我倒是可以破例一次，让他们不必再等下一次，而直接回归龙氏。忽然龙小小的双眼微眯，在其眼中涌现出别样的目光。看到那个目光，楚风心中一沉，这个丫头好像预谋已久，而偏偏自己好像又上套了。但尽管如此，楚风还是问道：什么忙？你先给他疗伤，疗好伤后你来找我。龙小小说完此话，便向浮空战车内走去。而楚风在确定龙道之伤势不会影响修为后，便前往浮空战车去找龙小小。本来龙道之是不让楚风去的，他觉得他已经亏欠楚风很多，不想再让楚风这样帮他了。况且龙小小古灵精怪，又身份超然，龙道之担心楚风遇到什么麻烦，但楚风却执意要去，龙道之自然也就拦不住。本来楚风是想只身前去的，谁曾想伏魔仙儿非要跟着，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伏魔仙儿一同前去。按理来说，龙氏战车外人不可靠近，但偏偏此时却没有人敢阻拦楚风和伏魔仙儿。先不说先前龙小小的话，众人听到了，单单是楚风和龙小小的关系，人们也都看得清楚啊。尽管他们仍是有些看不起楚风，甚至想不通高贵的公主殿下怎会与这个身份卑微之人如此亲密，但他们却不敢阻拦，因为他们惧怕龙小小。进入浮空战车后，楚风也是再度见到了龙小小，而龙小小也是与楚风讲述了他要楚风帮忙的事情。当然，龙小小这个丫头虽然与楚风说话非常亲密，就好像与楚风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一般，但她做事却也非常的冷静。就比如她完全有这个权利，可以直接让龙道之他们回归龙氏，但她并没有看在楚风的面子上就帮这个忙，反而是要楚风帮他办一件事，才让龙道之他们回归龙氏。正因为这种性格所致，所以这件需要楚风帮忙的事，龙小小也未细说。楚风只是知道龙小小需要楚风帮忙的乃是戒灵之术方面的事情，并且龙小小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帮他完成这件事，他才会让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重回龙氏。若是楚风失败了，或者没有帮到太大的忙，那龙小小也同样不会让龙道之他们重回龙氏。不过楚风没有去想太多，便应下了。他一直觉得自己和楚氏天族欠龙道之很大的恩情，那可是救命之恩。而楚风更是看得出来，龙道之对于回归龙氏有多么的渴望。尽管龙小小说的很对，回归龙氏应该靠龙道之自己的本事，可是难道说如今所有龙氏之内的所有族人就都实力极强吗？绝非如此。若只论实力和修为，龙道之的实力放在龙氏虽不是顶尖，但也绝对不是最弱的。他的体内流淌着乃是龙氏的血，甚至他本来就是龙氏的人，只是因当年他们的祖辈遭遇了不公的对待，他们才被驱逐出龙氏的。命运本就对龙道之以及祖武龙城不公，楚风只是想尽他所能为龙道之做一些事罢了。所以楚风哪怕不知具体细节，但还是答应了龙小小。真的答应了呀？那我可要事先说好，
这件事有生命危险，并且非常棘手。你若失败或者死了，我可都不会念你的好，更不会因为你的死而去帮助龙氏，因为这是你我之间的交易。交易就是交易，我不会考虑个人关系。你若做不到，就说明你不行，我可不会同情。见楚风没有太多思考就应下后，龙小小再度强调道：“公主，我既应了，就有心理准备。”楚风很是肯定地说道：“既然有所准备，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龙小小说道。见龙小小现在就要出发，楚风则是看向了身旁的伏魔仙儿。仙儿姑娘，要不你与龙前辈，我与他们又不熟，我还是与你同行吧。到时候让龙前辈他们转告我哥哥就可以了。伏魔仙儿知道楚风的意思，所以他直接开口否决。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跟着楚风。好吧，楚风知道他拗不过伏魔仙儿，倒也没有多说什么。若是真的遇到有危险的情况，大不了不让伏魔仙儿跟着就行了。丫头，你真的还要跟着吗？可是有生命危险的哦。龙小小说道。小丫头，你都不怕，你姐姐我又岂会害怕？伏魔仙儿说道。那就走着瞧，到时候可别吓得尿裤子。龙小小说话间便伸出手来，又想去捏伏魔仙儿的脸，谁曾想伏魔仙儿这次早有准备，竟然提前躲开了。当然，在楚风看来，龙小小并未认真，不然伏魔仙儿定然躲不开。虽然不确定龙小小的修为，但楚风觉得此时的自己定然不是龙小小的对手。这个丫头很强。决定之后，他们4人便立刻出发。除了楚风和伏魔仙儿以及龙小小外，龙生部自然也在列。楚风算是发现了，这龙生部虽然是太上长老，但更像是龙小小的贴身护卫，这也正常。毕竟大势力对于身份特殊的天才，总会给予特殊的保护。不过令楚风有些意外的是，龙小小他们此次到达的地点刚巧就在这个世界之内，并且距离无尽深渊也并不算远，所以他们此行并不算长途跋涉，短短2个时辰就到了地方。他们所来到的地方乃是一座汪洋大海，可穿过一道结界之后，一切却都变了。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宫殿群，这些宫殿群不仅打造的声势恢宏壮阔，还有诸多龙氏族人把守。楚风知道这应该是龙氏族人建于此地的一个根据地，不过这也正常，毕竟在这个世界内可是发现了无尽深渊，这等蕴藏龙氏修炼至宝的地方，龙氏既然早有察觉，建造宫殿，派人驻扎于此，观察无尽深渊变化，倒也正常。但进来之后，楚风却发现这座宫殿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外面的宫殿倒还好，里面的宫殿竟然有些年头，并且时间还很久远，并且越是深入，这里面的许多龙氏族人实力便越是强横，远非外面的可比。那等严守的姿态以及这宫殿群的规模，若不是此地是吞天星域内的一个世界，楚风真的怀疑此时所在的地方就是龙氏的大本营。一路深入，楚风等人来到了一个花园，花园的面积更是极为辽阔，山川林立，河流变的，甚至就连海洋。他们一路前行的途中就掠过了2个，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已经看不到之前掠过的宫殿群。这哪里是花园啊，这明明就是一个世界。不过最终在一座极为独特的森林上方，龙小小他们终于停了下来，说这片森林独特，那是因为森林里面无论花草树木还是石头流水，尽皆是金色，且森林之中更是散发着特殊的气息。这片森林对于龙氏族人来说有助于修炼。龙南巡该出来了。进入此处，龙小小并未飞落而下，而是冲着茫茫无际的森林大喊一声：“小小，我来了！”而他声音刚落，便有一道身影自远处的森林之中快速的飞掠而来。那是一名青年男子，长得极为俊俏，身上穿着的龙氏长袍，不过他所穿的龙氏长袍却有些特殊，更为的精致。这名男子出现之时，脸上便挂满了笑容，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尤其是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龙小小。只是当他注意到楚风的存在后，那眼中却闪过一抹不悦。小小，这是谁？男子靠近之后，便直接对龙小小询问起楚风。他忽视了伏魔仙儿，矛头只对楚风，尤其那目光之中充满了敌意，那种眼神楚风见识过不少，这是情敌的目光。很显然，这名叫做龙南巡的男子对龙小小是有别样的情感的。不过楚风与龙小小又没有做什么，这个家伙就开始把楚风视作情敌，也未免太夸张了一些。龙南巡，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做楚风，是一个天才界灵师。楚风，丫头，也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叫做龙南巡。龙小小相互介绍起来。天才界灵师，天才界灵师我倒是见过不少，也认识不少，就连当今圣光天河最强界灵师悟道圣尊的天才弟子吕介也是我的朋友，但这位天才界灵师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呢？那龙南巡扫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不仅有不善，更是充满了不屑，这不，他的言语之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龙南巡，这是我请来的人，不要找麻烦行吗？楚风他可是有本事的人，他若没本事，我也不会将他请来。龙小小有些不悦地说道。小小公主，不知你口中的这位天才界灵师是龙变第几重？忽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伴随着那声音而来，一道老妇人的身影也是自远处的金色森林之中飞掠而来，随后落在了楚风等人面前。这个老妇人落下之后，只是与龙生部相视一笑，也没有向任何人施礼。而从她的气场以及装扮还有气息来看，这位老妇人很不简单，而能够与龙生部平起平坐。楚风觉得这名老妇人很可能是与龙生部同一个级别的存在，否则不可能不对龙生部和龙小小施礼，所以她的实力定然极强。瑞云奶奶，我可没有说笑，楚风他真的很厉害。龙小小说道。小小公主，老朽没有恶意，只是不想你被欺骗。那老妇人冲着龙小小淡淡一笑，便将目光移向了楚风。小友，不知你是龙变第几重，或者说你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吗？那老妇人的目光咄咄逼人，非常的看不起楚风。瑞云奶奶，瞧
瞧你那这话问的，他这个年纪怎么可能是龙温级圣袍戒灵师？小小他估计是这个小子骗了，这种人应当严惩。那龙南巡不仅出言讽刺，对楚风充满敌意的他，竟然还想直接对付楚风。龙变第一重，楚风给予了回答。龙变第一重，我怎么不信呢？然而对于楚风的这个回答，龙南巡却是一脸的怀疑。龙南巡，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怀疑我的眼光？对于龙南巡的话，龙小小变得越发不悦。小小，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被骗。龙南巡解释道。小小公主，让他走吧，我已经请来了2名3重龙变的戒灵师，并且洞察天师也被我请来了，如今正在路上，要不了多久就到了，所以只是龙变一重，他帮不到什么忙。那老妇人说道。洞察天师既然也请来了，瑞云长老，你这面子够大的，要知道花高价让他预言的人可是排着队呢。据说如今除了洞察天师的师尊悟道圣尊之外，任何人都请不动他。得知洞察天师也被请来，就连龙生部也是面露惊喜，忍不住对那老妇人夸赞起来。我与洞察天师乃是多年的交情，此次又关乎小小公主和南巡少爷的前程，这个面子他自然会卖给我。那瑞云长老虽然这话说的随意，但在他的脸上也是布满利奥得意，看得出来能够将洞察天师请来的，对他而言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过瑞云长老，楚风小友的确有些本事，他的本事我与小小这个丫头可是亲眼所见的，不如让他留下与我们同行吧。若能帮上忙就最好，若帮不上忙，倒也不会影响什么，毕竟他是100岁以内的小辈。众所周知，诸多结界阵法有时候会有年龄限制，虽说他的戒灵之术肯定不如洞察天师等人，但小辈之中，我敢说楚风小友的戒灵之术少有人能敌。龙生部说道。不爷爷，对于这一点，我其实与瑞云长老早有考虑，所以已经请来2位100岁以内的戒灵师，他们2位可都是领悟了龙变一重的，况且那2位不仅是我好友，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天才戒灵师，可不像这个楚风籍籍无名，我之前都没听过，所以有那2位天才戒灵师在，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楚风。龙南巡说道。什么意思？你请来的戒灵师就可以用，我请来的就不行？龙南巡，你这是看不起我？龙小小说道。小小，我怎会看不起你？我也不是怀疑你，我是怕你被骗，毕竟你年纪还小，而武者世界骗子实在太多了，况且之前不是说好了这件事情由我和瑞云长老来办就行了吗？你只管与我们同行，其他事情不必你来操心的。龙南巡辩解道。你就不会被骗？我就被骗，还不是看不起我？你不仅看不起我，还看不起不爷爷。龙小小说道。听闻此话，龙生部赶忙轻咳2声，那意思就好像在说你们2个吵架，可别把老夫扯进去，我真不是这个意思。那龙南巡显然很怕龙小小，见龙小小不悦，便吓得都不知道该如何辩解了，但惧怕之余却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那目光恨不得将楚风生吞活扒了一般。可是楚风明明什么都没说啊，是龙小小在与他争辩，这关楚风什么事啊？也许这就是他妈的传说中的躺着也中箭吧。我龙小小是讲道理的人，这样吧，将你那2个小辈戒灵师叫过来，让楚风与他们比试一下，若是楚风赢了，就叫你那2个戒灵师滚蛋，若是楚风败了，那我就让楚风离开。龙小小也是一个好胜心极强的人，最终他提出了这个提议。若是这样，那我怕你这个天才戒灵师会败得很惨。而对于这个提议，那龙南巡则是十分赞同，甚至他还挑衅地看了楚风一眼，那种眼神就好像他已经看到了楚风出丑的一幕。我看你请来的2位所谓大名鼎鼎的戒灵师，才是真的要打得屁滚尿流了。龙小小则是对楚风充满自信。话到此处，龙小小还看向楚风，问道：小恩公，没问题吧？没问题。楚风笑着点了点头。本来楚风以为自己是龙小小请来的唯一的帮手，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如此啊。莫说帮到忙才能帮助龙道之回归龙氏，现在看来就连这个机会都要自己争取了。但是若只是龙变一众的话，楚风还真不放在眼里，毕竟他可是开启了血脉之力的戒灵师，虽然只领悟了龙变一众，但实际上楚风的戒灵之术堪比龙变2重。小恩公。然而令楚风没想到的是，龙小小对楚风的称呼却又被那龙南巡听入了耳中。楚风能感觉到那龙南巡的目光变得越发不善，毕竟小恩公这3个字本就不简单，更何况龙小小叫的还那般亲切，这让龙南巡对楚风的敌意更浓。但楚风却也没有办法，这种不善可不是楚风自己引来的，完全是误伤。可偏偏这种误伤楚风遭遇的最多，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你不想惹麻烦，可偏偏麻烦就找上你。但楚风也并不畏惧，一路走来，楚风遇到的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最终倒霉的都不是楚风，而是那些找他麻烦的人。2位兄台，出来吧！龙南巡高喝一声，话音刚落，便自金色森林之中又飞掠出2道身影，显然他们是早有准备，就等着龙南巡的召唤了。而那飞掠而来的乃是2名男子，他们皆是身穿戒灵长袍，并且那戒灵长袍都很珍贵，本身就是宝物。至于他们的容貌则是差别较大，其中一个面容白皙，长相极为俊俏，一看也是一个花花公子，而另外一个不仅皮肤黝黑，更是皮肤粗糙，并且本身还是一个大胖子，尤其那独字和猪八戒一样，已经横向发展。这胖子本就丑陋，与另外一个花花公子站在一起，更是被对比的如同黑猪京城人一般，简直无法入目。不过那黑胖子倒是自信，他那个洋洋得意、自信满满的架势，好像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比那白脸男子丑，甚至觉得他自己长得更好看一般。但也能够理解，身为戒灵师，变换面容小菜一碟，何况他这种级别的戒灵师，但他没有刻意伪装，
便说明他对自己的容貌的确很自信。可他这样的自信，想必审美也是有些特别。也许他的审美和伏魔仙儿的奶奶较为雷同。拜见公主殿下，拜见太上长老大人。落下之后，那白脸男子与黑胖子便开始一一施礼。当然，他们的施礼对象自然是不包括楚风和伏魔仙儿。不过，哪怕楚风和伏魔仙儿都不是龙氏的族人，但楚风却发现他与伏魔仙儿所受到的待遇却仍不一样。无论是那白脸男子还是黑胖子，目光扫向楚风之时，眼中都是不屑或厌恶；但是看向伏魔仙儿的时候，却是欣赏。尤其那黑胖子更是不要脸的冲伏魔仙儿抛了个眉眼。这个眉眼让楚风甚是惊讶，原来这个胖子的审美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那他就是真的对他充满自信了。只是他的这个眉眼却让伏魔仙儿脸都绿了，险些没吐出来。被伏魔仙而言，被这样丑陋的男子看上，可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而那白脸男子虽没像黑胖子那般直接，但从他的目光中，楚风看得出来，他对伏魔仙儿同样非常的喜欢。见此情形，楚风不由感叹，这就是美女的魅力吧。美女对男人而言，总是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总是容易带来好感。但是男人就不一样了。小小不爷爷，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乃是北辰天师的弟子陈光。龙南巡指着那白脸男子介绍道，随后又指向了黑胖子，再度介绍道，而这一位乃是道天大师的弟子岳阳。原来是两位小友，就是北阳天师以及道天大师的弟子。其实老夫早有耳闻，今日能见，乃老夫之幸。得知这两位的身份，龙生部很是满意的说道。见龙生部如此表态，那龙南巡更显得意。只是奈何龙小小却并未给予好的评价，甚至龙小小都未正眼打量那两个天才界灵师。至于楚风，他对于神光天河的格局本就不太了解，洞察天师、悟道圣尊以及那吕界，楚风之前都是听人说过。不过眼前这两位天才界灵师以及他们的师尊，楚风还真是不曾听闻，名气倒是不小，就是不知道是真材实料还是徒有虚名了。龙小小讽刺的说道。那些人对楚风都很看不起，但龙小小对这两位天才界灵师却也很看不起。两位兄弟，给这个小子一个教训，让小小知道谁才是真材实料。龙南巡指着楚风说道，他早就看楚风不顺眼了，迫切的希望能有人狠狠的教训楚风一番，所以他说完此话，便看向了白脸男子和黑胖子。而他此话一落，那叫做晨光的白脸男子便心领神会，所以他立刻站了出来。这我兄弟刚刚听闻你也是龙变一重，如此年纪能有如此成就，除了天赋超然，定然也离不开名师指点。不知楚风兄弟的师尊是谁？晨光对楚风问道。我没有师尊。楚风说道。没有师尊。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是那晨光，其他人也很是意外，但很快他们的嘴角都掀起一抹讽刺的笑容。这么说来，就是自学成才，那还真是不简单。来吧，这位兄弟，就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戒灵之术到底有几斤几两。那晨光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很快一座守护阵法布置而出。这座守护阵法非常的精妙，而晨光将它布置而出，却只用了短短半炷香的功夫。看得出来，这晨光倒的确有些本事，而在场之人都看得出来晨光这阵法的厉害，不可避免的一些夸赞也是随之响起，这叫那晨光越发得意。这位兄弟，半炷香的时间布置出一座阵法，若能破开我这座防御阵，你就胜我一场。晨光说道。好。楚风应下之后便准备布置阵法，只是这一刻楚风却是有些傻眼了。楚风小看了那把天师拂尘，天师拂尘一直在楚风戒灵空间之内，源源不断的吞噬着楚风的精神力，没有精神力，楚风就无法驾驭结界之力。楚风之前本想着将天师拂尘停下，就可以恢复精神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天师拂尘竟然停不下来，这可超乎楚风的意外。天师拂尘停不下来，楚风就没有精神力，根本无法布置结界之术，他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试不出来啊。小恩公，你怎么了？见楚风迟迟不肯释放结界之力，并且面容还变得尴尬，龙小小不由问道。公主殿下，实在对不住，我现在的戒灵空间内再融合一件戒灵法宝，精神力被封锁了，无法布置结界之术。楚风说道。什么？无法布置结界之术？你无法布置结界之术，来这里做什么？你这个死骗子，就是在欺骗小小，看我不宰了你！那龙南巡说话间便要出手，你敢？可谁曾想，还不待那龙南巡出手，龙小小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面对龙小小那满是怒意的目光，龙南巡顿时泄了气，就算看楚风再不爽，却也不敢强行出手了，只得很是不爽地收回了拳头，且再度恶狠狠地看了楚风一眼。南巡，楚风小有的结界之术，我与小小公主亲眼所见，他绝对不会骗人。现在既然他说他在融合戒灵法宝，就一定是在融合戒灵法宝。龙生部也是开口说道，既然融合戒灵法宝，为何不早点说？为何还要答应对决？他这不是故意让小小难堪吗？龙南巡说道。闭嘴，让你难堪的是我。龙小小再度呵斥道。龙南巡气的脸色涨红，但又不敢发火，于是又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是我疏忽了，本以为融合戒灵法宝可以随时停止，不曾想这件戒灵法宝竟然无法强行停止。楚风说道。扯淡，哪有戒灵法宝融合的时候无法强行停止的？就是简直闻所未闻。那白脸男子晨光以及黑胖子岳阳都是撇着嘴说道，他们的意思就是楚风在说谎，但楚风也不知该如何辩解。毕竟正常来说，戒灵法宝融合，戒灵师可以随时中断，这是所有戒灵师都知道的常识。正是因为是常识，楚风才大意了。真是抱歉了，公主大人，抱歉了，太上长老大人，是我楚风大意了。楚风的内心充满了愧疚。龙小小对他寄予厚望，龙生部对他也是非常看好，否则就不会有现在这场戒灵之术的比拼。
虽然眼下的结果虽并非楚风本意，但却的确也让龙小小和龙生部抬不起头，何让楚风十分的自责。小恩公，那你这件宝物要多久才能融合成功？龙小小问道。这件戒灵法宝有点超乎预料，我也无法确定。楚风说道。无法确定，这个借口找得真好。龙南巡讽刺道。结界之术不能使用也是能够理解，但身为戒灵师，实力是否强大，其实戒灵的实力也能够体现，因为强大的戒灵只跟随强大的主人。这样吧，这位兄台，我岳阳来与你比拼。那黑胖子说话间便张开了戒灵之门，很快自那戒灵之门内便走出了一只戒灵。这是一只男戒灵，身材高大威武，面容英俊冷酷，最主要的是他的气息非常强横。这是一品质尊敬的戒灵，也是修罗戒灵师吗？看到岳阳的这只戒灵，楚风一眼就认出这乃是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因为这等气质与气场只有修罗戒灵才有。比拼戒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小恩公，把你的戒灵放出来，狠狠地教训一下他。龙小小一脸期待地说道。莫说他期待，就连龙生部的眼中也是露出了一抹期待。他们虽然见识过楚风的修武天赋，也见识过楚风的结界之术，但还没见过楚风的戒灵呢。他们也想看一看楚风的戒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也不能比。楚风甚是尴尬地说道。这也不能比，你可别告诉我你的戒灵都在闭关修炼，所以召唤不出。那岳阳说道。还真是。楚风极为尴尬地说道。此时就连龙生部和伏魔仙等人都有些尴尬了。小恩公，你不是故意的吧？龙小小狐疑地看着楚风。真不是，只是太不凑巧了。楚风甚是无奈。楚风因特殊原因，戒灵空间内只出现过3只戒灵，雪姬早就离开了，后来更是被老猫抓走。至于女王大人，自从找到了修罗神石之后，就在闭关，一直未曾苏醒。而雨莎也在轮回上界的时候开始闭关，至今未曾苏醒。小小，这一次我都不说了，你自己说该怎么办吧。那龙南巡说道。抱歉了，公主，抱歉了，太上长老，这一次是我楚风无能，我楚风认输。楚风甚是无奈地说道。他本来想借此机会帮助龙道之回归龙氏，不曾想关键时刻竟然如此丢人。现在的情况，楚风也不想让龙小小为难，只得认输。无碍的，小恩公，你的本事我是清楚的，不过我龙小小也是说话算话，既然你输了，那这一次你就没办法继续帮我了。龙小小说道。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为公主效力。楚风说道。他真的是很抱歉，自己丢人无所谓，还害得龙小小跟着丢人。都说了，没事了，你别一脸自责呀。我说了，你的本事我是清楚的，反正我知道这2个家伙远不如你。龙小小笑嘻嘻地说道。听到这话，楚风是心里舒服了，可是那晨光和岳阳就一脸委屈了。什么情况啊？这场对决明明是他们2个不战而胜，吓得楚风都不敢应战，怎么他们2个不但没得到龙小小的认可，反而成了龙小小口中的弱者了？但若要说最不爽的，却是那龙南巡。他看楚风的眼神，真的恨不得把楚风撕成粉碎。他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叫做楚风的家伙，明明就是一个骗子，怎么龙小小就对他这么信任呢？与楚风告别之后，龙小小又看向了伏魔仙儿。好了，丫头，就此告别了，你不用这么敌视我的，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和你抢楚风。本来前面这句话说的还挺好，可谁曾想，说完这句话后，龙小小又忽然露出了坏笑，对伏魔仙儿道。当然了，我若想抢，也是根本没有机会。龙小小这个丫头很是调皮，特别喜欢调侃伏魔仙儿，这句话自然也是玩笑话，但也是想气一气伏魔仙儿。但龙小小没想到的是，对于他这句话，伏魔仙儿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是不屑的一笑，这才说道。你以为你区龙氏公主就优势尽显？你们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伏魔仙儿此话一出，龙小小倒是没什么，他早就习惯了。但是龙南巡以及那瑞云长老可就难以接受了，尤其是那瑞云长老，更是威压释放而出，直接向那伏魔仙儿袭卷去。若只是威压也就罢了，威压之中还散发着杀意，他是想直接将伏魔仙儿处死，而他的威压偏偏极为强横。威压刚现，楚风便心中一紧，那等强横的威压乃是至尊巅峰。不过他的威压刚刚靠近伏魔仙儿，便消散开来。是龙生部出手了。龙生部的威压极为隐晦，但是他出手之后，楚风却是目光一动。这并不是龙生部第一次出手，毕竟对付龙通河的时候，龙生部就已经展现过实力，甚至上一次的威势更为强横，远非这一次可比。可实力这个东西要有对比才能显现。瑞云长老的出手毫无隐藏，楚风几乎能够确定，那等恐怖的力量应该就是至尊巅峰。可面对至尊巅峰，龙生部还能轻易压制？楚风猜测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龙生部战力太强，哪怕同为至尊巅峰，也可轻易的压制这位瑞云长老。而第2种就更为可怕了，那就是龙生部的修为已经超越至尊。不过因为楚风精神力都被天师浮尘吞噬的原因，再加上如今自己也太过弱小，只是1品至尊而已，所以楚风也无法确定。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足以证明龙生部的强大。哪怕他是至尊巅峰，但也绝对不是寻常的至尊巅峰。龙生部为何拦我？这个臭星号不仅对小小公主不敬，更是侮辱我龙氏，此等垃圾当斩！瑞云长老真的是怒了，堂堂龙氏高手，堂堂至尊巅峰，竟然口吐脏话，臭星号，你是找死吗？然而对于那瑞云长老的脏话，伏魔仙儿却也是露出怒容，美眸之中更是流转杀意。见状，楚风抓住了伏魔仙儿的手腕，并暗中传音，示意他不要与对方硬碰硬。尽管楚风也看不惯这位瑞云长老，但现在他们实力太弱，根本没有与对方叫板的能力。况且龙生部和龙小小都在护着他们，若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执意计较，
反而也是让龙生部和龙小小为难。在楚风的劝阻之下，原本已经动了杀意的伏魔仙儿倒也是有所收敛，但还是说了一句：“老太婆，我奉劝你一句，祸从口出，你这个臭星号，胆威胁我，我现在就撕烂你的嘴。”那瑞云长老气得抬起手来，便想直接动手，可他却惊愕地发现，他身体无法移动。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因为龙生部用威压将他束缚在了原地。龙生部，你放开我！此人辱我龙氏，你不对付他，还帮着他，你这是何意？那瑞云长老大喊开来，盛怒之下，竟将怒火洒向了龙生部，放肆！可就在此时，龙小小却是大喝一声，他这声怒喝响起，天地都是为之一震，丛林疯狂摇摆，而周围的温度都是随之下降，仿佛落入了寒冬。与此同时，他的眼眸更是如刃一般，凝视着那瑞云长老。龙瑞云，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布爷爷乃是太上长老，而你只是执法长老，你有什么资格直呼我布爷爷的姓名？谁给你的胆量对他大呼小叫？龙小小凝声问道。此时，那瑞云长老哑口无言，原本杀意滔天的眼眸竟然开始变得闪烁。其实他是害怕了，尽管很不可思议，但楚风还是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恐惧。他恐惧的原因自然是龙小小。直至此时，楚风才明白，原来那瑞云长老与龙生部并非同一级别，只是关系好才会那样肆无忌惮。之前龙小小不计较，但若真的计较起来，这瑞云长老自然也是理亏，同时也会害怕。还有你，龙南巡，楚风他对我有恩，乃是我的恩公，就算恩情不谈，只说今日来此，那他也是我邀请的贵客。自从他出现此处，你就诸多挑衅，言语挖苦，对我客人不敬，就是对我不敬，我龙小小再不济也是龙氏公主，现在已经沦落到连你们都敢对我不敬的地步了吗？龙小小指着那龙南巡怒喝道。与此同时，那怒气滔天的目光更是扫向了晨光和岳阳。不敢！眼见不妙，龙南巡竟赶忙半跪在了地上。见此架势，就连那两位界灵天才也是吓得赶忙跪在地上。虽然他们师尊身份不凡，但若与龙氏为敌，他们显然也是不敢。此一时，楚风和伏魔仙儿忍不住对视一眼。虽然早就见识过龙小小霸道的一面，但此时的龙小小却再度让楚风刮目相看。这个丫头，别看平时笑嘻嘻的，像没长心一样，但若真的发起火来，还真是有些可怕。好了，丫头，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生气？此时倒是龙生不笑着开口了，他是不想场面闹得太僵。我龙小小平日里不爱与他们计较，但他们也不能真的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能忘了何为尊卑。龙小小说道。是属下有罪。那瑞云长老和龙南巡一同说道。然而龙小小却并未理会他们，反而是转头看向楚风。只是看向楚风时，先前还凶芒毕露、霸气无比的目光，竟忽然变得俏皮可爱，尤其是那双眼睛眯成两道月牙之后，别提多讨人喜欢了。不好意思了，小恩公，是我管教无方，让你见笑了。龙小小笑着说道。今日不怪公主，倒是我辜负了公主期望，若有他日，我定会弥补。楚风很是过意不去的说道。行，一言为定，驷马难追，我可就等着你的弥补了。龙小小说话前还特意向前踏出了一步，与楚风的距离非常之近。这一幕莫说龙南巡看的眼睛发红，就连其他人都是看得一愣。不过龙小小并没有进一步的亲密举动，而是继续与楚风聊了起来。虽然龙小小态度很好，但楚风也不好意思久留，所以简单告别之后，楚风便与伏魔仙儿离开了此地。而龙小小更是非常够意思，他竟与龙生部将楚风和伏魔仙儿送出了宫殿群，这才转身，并且还叫龙南巡以及瑞云长老陪同他们，想必也是害怕那龙南巡或者瑞云长老对楚风他们不利吧？你怎么一点也不失落呀？离开途中，伏魔仙儿看着楚风说道。先前楚风可以说是非常的憋屈，若是真的斗不过那两个界灵师也就算了，反而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出手，然后又被人奚落嘲讽，这就是真的憋屈了。伏魔仙儿本以为楚风心态会受到极大影响，不曾想楚风却跟没事人一样，已经发生了，难受也没用。我相信龙前辈也能理解我，不会怪我的。楚风说道。你这家伙心态还真好。伏魔仙儿也是笑了笑，只是说话间，伏魔仙儿却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越来越远的龙氏营地。楚风自然注意到伏魔仙儿回头观望的举动，楚风并没有发现伏魔仙儿那回望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寒意。随后楚风与伏魔仙儿便与龙道之会合，讲述了事情经过后，龙道之自然不可能怪楚风，毕竟在他心里已经觉得非常亏欠楚风了。但楚风他们却也并未立刻离开此地，因为当日便与伏魔少羽约好，让伏魔少羽来这里找他们会合。算一算时间，若不出现差池，伏魔少羽可能也快到了。楚风是想与伏魔少羽会合之后再回祖武星域，但楚风要去的并不是大千上界，而是九龙上界。当初在九龙上界的九龙异象港争夺祖武十星排名的时候，楚风与乌马圣杰在九龙异象港的深处遇到了一个神秘存在。那神秘存在不仅抢走了楚风的麒麟蛋，更是在楚风体内种下了毒物，并约定楚风到达至尊境之后再去找他。虽然那神秘存在规定的时间是10年之内踏入至尊，但楚风已经见识过了体内毒物的厉害，既然现在踏入了至尊境，就有必要去找那神秘存在了。虽然不知那神秘存在究竟有何目的，但终究要将体内的毒物解除，否则若是那毒物再爆发，还真是危险。白天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到了晚上便各自休息。楚风忍不住进入自己的界灵空间之内，女王大人、雨莎都在闭眼修炼。我说两个小祖宗，你们修炼的时间也太久了吧？若是你们今日有一个醒着，我也不必如此丢人啊。楚风无奈地感叹道。当然，楚风这句话
也只是感叹罢了。羽纱闭关之时，修为只是尊者初期，至于女王大人闭关之时，修为就更弱了。虽然他们两个闭关时间很久，但总不能指望着他们出关之时修为突破到至尊境吧？那也未免太夸张了一些。所以，就算他们没有闭关修炼，楚风觉得今日以拼戒灵的话，也不是那岳阳的对手。那个黑胖子，别看长得丑，但还是有些本事的。毕竟修罗戒灵，性格高傲，能让一品至尊境的修罗戒灵为他效力，自然很不简单。不过，楚风只是看了一眼女王大人和羽纱，并没有去打扰他们。闭关是很危险的事，楚风不可能因为自己需要就影响他们。楚风进入戒灵空间的主要目的还是那个天师浮尘。今日我可是因为你丢脸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楚风看着天师浮尘说道。说完此话，楚风又打量了一番，发现看不出端倪后，便离开戒灵空间。但楚风并没有休息，而是取出一些卷轴，仔细钻研起来。楚风已经踏入至尊境，但他的武技却许久没有修炼新的了。最强的武技还是牛鼻子老道给他的一段尊境天机印，而楚风之前不仅在紫星堂那里得到了紫星堂的正宗武技3段尊境火流星，此次在无尽深渊内，楚风也是收获不小。在血雾天尊以及那4个戒灵师的身上，不仅有修炼戒灵之术以及布置阵法的宝物和材料，也有尊境武技，而楚风他便想尽快将这些手段掌握。毕竟圣光天河如此之大，日后难免会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那个时候楚风若没有强大的武技应对，必然会落入下风。但楚风不知道的是，伏魔仙儿并没有在房中休息，